好，接下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的戰力，現在我們要來做一個大解鎖，這背後是不是有中國大陸，尤其是40年來在軍事上面的一個軍練形成？包括有在衛星上面等等撐腰呢？那美軍方面在這一場戰爭則是面對到現在的一些問題，包括了它的情報斷鏈，還有防空失靈跟彈藥短缺等等。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帶觀眾朋友一起來做深入的分析。今天3個火線話題，同樣我們會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我們等一下會稍微回顧一下中國在這40年來跟伊朗在軍事上面有哪一些給他的協助建立的軍事鏈，再加上衛星的支援，讓伊朗的飛彈情報打擊能力可以全面的提升。這一場衝突，美軍要面對的只是伊朗嗎？還是有整條的這個軍事鏈在背後供應呢？第二件事情，我們會持續的來關心是伊朗重建哦，在這個停戰的期間，先好好的重建它的飛彈城了。那麼我們等一下也會特別關心到的是前艦的部分，它的戰力是不是也蠻強的呢？因為之前其實沒有太多的提到。那麼第3個事情就是會關心到美軍現在所面臨到的一些在軍事上面的壓力，那這套系統還能支持它繼續打這一場戰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趕快要來看到的是這個美伊談判第2輪已經快要登場了，他們說呢要推動大協議，但是我們看到呢在軍事上面其實是升級備戰的。今天會特別來關心到伊朗的戰力，除了有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飛彈中國大陸的衛星之外，還有飛彈的這個提供它的材料，還有在這個海上拒止也是重新的都建立起來了。我們先特別來看到的是最新曝光顯示，伊朗呢其實在2024年底的時候就已經秘密的掌握了一顆來自於中國的間諜衛星。等一下我們會特別來看，說這一種衛星呢是可以非常精準的監控，並且鎖定美軍的許多基地，不管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約旦、巴林的美軍第5艦隊總部，甚至伊拉克的相關設施，會全面的可以來做監控。我們來看到這一顆衛星的一些特別的小細節哦，像是它的畫素的解析度其實是非常高的，達到0.5公尺，可辨識包括了這些戰機啊、車輛、基地設施，進行精準的目標鎖定，甚至是戰損也可以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評估。軌道的交付最後是由伊朗可以直接來操作這一顆衛星的。那麼分散部署，因為它設置在中國，所以呢是不會這麼容易的被打擊到的。我們也特別關心到剛剛說的嘛，《紐約時報》特別做了一個報道分析說，其實中國跟伊朗在軍事上面的合作長達了40年，提供給伊朗的這種軍事的協助，提供了伊朗戰略的累積，一共分成3個主要的大階段。今天特別來看到，在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在2000年到今天，當時在1980年代的時候，直接提供的武器包括了這種軍售大爆發期的飛彈、戰機、坦克、裝甲車等等，甚至有支援2伊戰爭當中特別提供給他的這種巡航導彈。那麼1990年代的時候開始做技術上面的轉移，主要技術轉移是在飛彈技術上面的轉移，幫助伊朗能夠建立比較完整的飛彈生產裝置。再來2000年到現在提供的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種軍民兩用的零件了，包括了飛彈的燃料、無人機的零組件，還有衛星資訊的這一種各種支援等等哦，這是來自於中國大陸方面提供的幫助。但是呢，其實我們比较少提到的還包括伊朗現在在重整它的戰力。CNN 的衛星影像特別顯示，它正在修補它的衛星的這個飛彈的發射能力之外，它就是要進行第2次的打擊。而伊朗還有一個秘密武器，今天要來看到就是它的潛艦了。2026年的全球潛艦戰力這邊做了一個最新的評估。伊朗的潛艦實力僅次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所以呢，它的這個作戰的設計主要就是集中在荷姆茲海峽，可以進行的是水雷戰、伏擊戰跟它的區域拒止，所以特別來關心到中國大陸40年來幫伊朗所謂的補能力都是靠着中國來做支撐嗎？現在伊朗要啟動它的軍事的一些重整，飛彈城加上潛艦的量能，接下來對美軍會造成多大的威脅？厲將軍怎麼看？中國對伊朗的幫助啊，就是我們經常聽到一則故事，你要幫助一個人，到底是給他一條魚，還是給他一個魚竿？那我認為中國給伊朗的就是一個魚竿，讓他自己之後來講哈，他自己可以自力更生。
那我們從這場戰爭裡面，我們就看出來，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伊朗這次它的所有的導彈、它的武器哦，幾乎都是自制的，因為它被美國這個經濟制裁了很久嘛。那在這段時間，中國也不可能說真的把這個炮彈啊、飛機啊、大炮啊、坦克啊，這個直接交付給他。但是交付給他大部分都是技術，那關鍵就在這個地方，因為我交付的是技術，那伊朗被逼的自己要依據這個技術去生產他所需要的武器，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導彈。那現在關鍵來了，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哈，現在是停火2個禮拜。那我相信這個在前面這個40幾天的戰爭裡面哈，這個伊朗它很多的武器應該受到美國跟以色列空襲遭受到損害哈。我剛剛有講這個所謂後勤除了補給品之外，還有一個保修能力很重要。那現在關鍵為什麼伊朗現在美國會忌憚呢？因為它自己有保修能力，它東西這個飛彈是我自己造的，我現在損壞了，我當然自己會修哈。所以中國那時候給他這個技術提供，重點是在這個地方讓他自己能夠修。那自己能夠修對戰力維持有多大呢？我舉一個戰史給各位聽哈，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有一艘航空母艦哈，叫約克鎮號，它在珊瑚海那場戰役裡面，在澳洲的北邊珊瑚海那場戰役裡面，跟日軍打了一個平手。但是他那條約克鎮號這個甲板被日軍炸了一個大洞。那日本後來就研判這條航空母艦一定要回美國本土去維修嘛，那不可能去中途島去參加中途島戰役，所以日本就少判斷了戰略判斷，就少判斷了這一艘約克鎮號航空母艦的戰力。但是你知道美軍有多強嗎？他那時候因為他是航空母艦，所以他的这種工程師還有機艦還有零附件，直接從美國本土坐了飛機降落在這艘航空母艦上面，一邊趕赴中途島。趕赴戰場，一邊去修，就到了中途島這個戰役開始的時候，他航空母艦已經修好了。這就是戰場上面後勤維修能力的重要，他馬上可以提供他最快速的一個持續的一個戰力的保障哦。那我們現在看看伊朗，如果說中國那時候提供給他的是相關的技術跟技能，那後續來講，可能提供給他所謂軍民兩用的物件，它軍民兩用其實很快，它可以將這些這個物資哈，或者是這個材料，馬上轉換成它這個軍需品所需要的。那如果說它再加上有這種技術，那停戰這2個禮拜，它是不是很快可以將它的這種被美國或以色列這個所謂轟炸損壞的武器，那徹底毀掉可能沒辦法。對。可是如果說哈，這個損傷，比如說損傷有些東西，比如說損傷30%啊，或者是導彈發射車的架子壞掉啊，或幹什麼，他自己有這能力，很快可以修好。所以2個禮拜以後啊，我相信這個伊朗來講的話，它的戰力恢復啊，一定會很快的。就像我們打電動玩具一樣嘛，對不對？戰力自然快可以恢復。那同樣的，美軍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美軍剛剛我們講了巴瑟空降師、全4號航空母艦、布希號航空母艦，這時候也在利用這個停戰的時候趕赴戰場。那當然要不要打？那個是政治人物去做決定，可是就軍人的本質來講，他這時候會一定盡快能夠恢復他的戰力。好，一方面這個伊朗有來自於中國大陸技術上面、軍事上面的轉移，那另外一方面手中還更重要是握有這種保修的能力。同樣的問題又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紐約時報》的這個報道事實上是有一點點值得爭議的了，因為在無人機這個部分，伊朗跟中國的合作並不很明確。你看無人機的發展的形態跟它的結構來看的話，跟中國的之間的這個母子之間的關係並不深。所以我覺得這個《紐約時報》的這個報道偏離事實了。所以無人機這個部分不能夠說是因為中國的關係。另外在導彈這個部分也偏離事實了。因為在導彈這個部分，我們知道這個伊朗的發展最早是跟這個朝鮮合作的。朝鮮當時把飛毛腿跟勞動者的這個導彈技術是移交給這個伊朗，後來伊朗發展出流星1號的這個導彈，所以事實上這個導彈的一個發展過程中，伊朗跟朝鮮的合作比較高，是因為中國大陸它秉持的一個原則就是核不擴散的原則，大規模的殺傷武器不對外發展的原則，所以中程的彈道導彈，大陸基本上是這個技術是不輸出的。而且中國跟拉丁美洲跟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它跟海灣國家，例如說不管是跟沙特阿拉伯或者是跟阿聯酋等這些國家的發展，事實上它的緊密度不會低於跟伊朗的緊密度。事實上是它跟這些國家發展的好，就是關係更好，比跟伊朗的關係更好。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因為戰爭打起來了以後，那《紐約時報》它本來就是仇中反中恨中的媒體嘛，那他就這個作者本身也沒有具體的資料，也沒有具體的事實，就把你戴帽子戴上去了。那戴上去它不符合事實，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在導彈技術裡面，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它跟朝鮮的關係，它提供給朝鮮所需要的石油，然後朝鮮把導彈的技術提供給這個伊朗。而且你看到在中程導彈裡面也是如此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一件事情，只是說，以目前來看的話，中國大陸由於跟伊朗的關係是在後半段的時候越來越好的情形下，你看伊朗到最後的時候，他連殲10C也沒有向中國買啊。在奧巴馬時代，中國大陸幫美國幫伊朗解決了伊朗的這個核問題的時候，伊朗轉過頭來就朝這個德國跟法國來看，所以我覺得這個報道是有問題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解析一下，那美伊戰爭打到現在了，那現在美軍的戰損的部分，因為現在直接是來自於美國內部被點出有3大隱憂，那這3大隱憂包括了這個情報系統的破碎、防空體系的吃緊，尤其是無人機，那麼另外就是後勤跟供應鏈的壓力，來自於愛國者飛彈的交付延遲，而且這些波灣國家自己也開始很緊張了，開始尋找一些替代的防空方案。楊老師怎麼看？美國這次的軍事行動是失敗的，很清楚，它沒有造成伊朗的政權更替，真的沒有了。這個爸爸死了，兒子接着就不叫政權更替。然後呢，伊朗的軍事也沒有失敗，也沒有投降，美國也沒有進行全面的攻擊，更沒有奪島戰爭，美國也沒有掌控讓現在美國非常難堪的荷爾姆茲海峽。那在軍事上真的是蠻失敗。但我們剛剛講的是戰略目標，可是軍事行動上呢，其實美國過去就是依靠大型的轟炸，然後呢，以及可能登陸的作戰，可是你現在看到46年來，美國對於伊朗的制裁圍堵，他不敢去打，因為他知道伊朗擁有地理上的優勢，它是一個高原堡壘，然後伊朗後面發展的彈道飛彈。伊朗在地形上很容易去控制影響荷爾姆茲海峽，就沒想到川普就真的動，你真的動去斬首，你要想到後面的軍事行動啊，那這個軍事行動就暴露出美國現在在軍事行動上的問題。第一個，你就是整個情報系統被人家第一時間，你的普魯扎雷達就被炸掉了，對，你的海軍基地也被炸掉了。然後呢，你在防空系統上，你的薩德飛彈、愛國者飛彈。其實之前伊朗跟以色列在幾次的交換飛彈跟無人機的時候，就是證明如此。那現在美國在海灣地區所設的這一些防空措施，通通被炸掉，第一時間。然後呢，供應鏈就更糟糕。本來在俄烏戰爭上面，他就已經非常吃緊，他自己制造的能力就很開始薄弱。那很多國家，包含像是台灣，這個交不出來，然後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稀土不夠，做不出來，那這個時候呢，它就受限於這整個供應鏈的系統的這種窘境，所以反而使得美國就是因為這些因素，他也就是說，那我們就不打全面戰爭，就他也無法去進行全面戰爭。現在就證明說，你擁有750個全球的軍事基地，在中東至少都有主要的17個海軍、空軍的基地，可是呢，你真正在軍事上的效用如何？你不能只是把它來做耀武揚威的這種所謂炮艦外交的這種展示。你真的打的時候，結果被人家看穿手腳。所以呢，他將來在這個戰爭之後，美國的全球性的軍事的地位會受到很大的質疑跟修正。好，同樣的問題，最後1分鐘，可不可以請酈將軍也帶我們看？我覺得美軍來講不只是情報系統斷裂，管制手段也失靈哈。你看這個 F-15E 戰機在這個伊拉克上空被友軍擊落，其實這是管制手段哈。戰場上面我們講究很多的管制的方法。比如說是最簡單的在地圖上面畫戰鬥地境線，那就是管制手段，甚至畫這個火力協調中心這都是一些管制的手段。但是我們看到，因為美軍這次它要聯合波灣地區的這些國家，
共同來跟伊朗作戰哈。那他自己，我相信以美軍來講啊，這個圖像整合系統，它有我們稱之為 Link 22哈，它有這個系統，但是只限於美軍自己用。可見的美軍並沒有協助他這些友邦國家，包括到阿聯酋、卡達這些科威特這些國家，共同來建立這個資訊系統的分享，以及共同來使用，才會造成說是他沒有辦法對這些友邦的國家來實施共同管制。那友邦國家所收到相關的情報也沒辦法及時提供給他。我覺得是這方面斷了鏈哈，就是管制手段斷鏈。但是就美軍自己來講的話，我相信這個他自己本身來講的話，整套系統應該是建制很完整的了，包括我們都希望能夠跟美軍買到這一套系統。对。但是美軍現在也沒有將這套系統提供給我們，所以聯盟作戰不是這麼簡單。說你自己可能很強，可是你要跟聯邦在一起，聯邦不見得能夠跟你配合。那這是就很明顯的例子，聯邦這個海灣國家這些國家沒有辦法跟他做一個聯合作戰。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